你是来求我的，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。我是不会求你的，更不会把正太拱手让。就凭你，还是凭你伯父手上那40%的股份？哼，你别忘了，我是正太的副董。那我们走着瞧。我是不会离开正太的，我一定会替我父亲把正太重新夺回来。等一下，这是你之前给我的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签好了，我同意跟你离婚。谢谢。不用谢，能得到1半的股份，我也没什么吃亏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以为我随随便便就会跟你离婚呢？这协议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最好看好了。只要你一签字，你段天朗手里10%的正太股份，我居珊珊可就有1半了。不可能！你休想！就凭你的态度吗？我们会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得到你的股权。你们尽管试试看。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？我手里可是有你跟穆青林通奸的证据，看到时候到了法庭上，法官会帮谁？珊珊，你可不要胡说，我和青林是清白的。清白？哼！这就是你跟穆青林通奸的证据。段天朗，青林对我还有心，他还爱着我。青林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跟你在一起。怎么，无话可说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你，给你5%的股份，跟你离婚。不过，我也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个我要拿走。我相信你不会拒绝这笔交易吧？协议书我会签完字之后交给律师。段天朗，爸，他居然用5%的股份去换穆庆林的一封情书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我到底算什么？不要哭，哭你就输了。你放心。我一定会让他知道，代价是怎么付出的。丁海，你别找死，我告诉你。你才找死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敢打我？我跟你拼了！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，逼我的，知道吗？救命！救命！丁海，丁海，别过来！哎呀，你放手！我连你一起打！滚！哎呀，丁海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对我好，你对我好，你一生气就对我拳打脚踢。为了你，我放弃了我妈，放弃了青林，放弃了孩子，放弃了自尊，我得到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也是我理所应得，懂吗？懂吗？段雪清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继续不知好歹，我非常愿意跟你离婚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吗？别在这哭了。
我小心点。雪晴，雪晴，快起来！雪晴，没事吧？雪晴，丁海他人呢？他走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听你的话，不要嫁给丁海。是我引狼入室，是我咎由自取。好了，雪晴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振华就快回来了。穆经理，穆经理，穆经理也得走。原来我做的一切，跟妈所做的事如出一辙。他们都要害我。原来爸担心的是对的，我跟妈真的太像。走！不，我不要跟妈妈一样，我会改，我不要跟妈一样，我知道错了。雪晴，好了好了，放心吧啊，你不会跟妈一样的。真的吗？放心吧，你会好起来的，而且我相信，妈妈也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来，下次来看妈，一定叫上我。陈叔叔这是怎么了？去办公室找人不在，打电话打了好几次也不接，不会出了什么问题了吧？不对，爸爸的股权文件一直都在陈春华的手上，为什么爸不知道自己签了字，而他却记得呢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明白不可。陈律师啊，刚才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丁海打来的钱如数退还到他的账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还有，段天朗又来电话找您，我马上下去见他。陈叔叔，哟，天朗啊，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？你是我爸最好的朋友，你不知道我找你有什么急事吗？哦，是为羽泉书的事吧？是，您查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天朗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爸他不记得自己签过羽泉书，但你却说是你经手的。陈叔叔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吗？天朗，你误会我了。我跟副董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和雪晴又是从小我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会害你们呢？你们姐弟俩现在应该想的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我会再找你的。天朗，天朗，副董这两天好点没有？
不如你自己去看看他。伯父，您去哪儿了？我找了您好久都没找到。天狼，让你担心了。你爸爸的身体怎么样？已经出院了，现在在恢复中。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支持居士平？伯父，居士平手里的股份话语权是非正当手段得到的。这我都知道。那正太怎么办？您不会打算把正太交给居士平打理吧？伯父，居士平要的可不只是副董这个位子。天狼，你这段时间在工作上让我很失望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个我承认，可是我还是无法认同您的做法。董事会上，居士平对你们父子3人的指责是句句在理。若让你们继续留任下去，在其他董事面前，恐怕很难服众。其实，失败不是什么坏事，关键是能否在失败中领悟到什么。薛医生，薛医生，要记得按时回来复健，完全好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好的，薛医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按时带我爸来检查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差不多了吧，爸，我们走吧。都收拾好了？居士平，你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我不找你，也不找你爹。那就是找我了。什么事？你那天从家里走了以后，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。你说你不但不会离开正太，还要夺回正太，有意思。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我看在我们两家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正好，正太大换血，有一个客房生活组长的位子空着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啊，如果你要是嫌这个头衔太低，太丢人了，我可以把它换成经理。居士平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天朗不会去的。听见了吗？你姐姐不同意你去，你怎么想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想卧薪尝胆报复，没这点能耐，还想报复？天下没这么美的事儿啊！居叔叔，您教导的事，我答应你。天朗，好，明天早上9点到丁海那儿报道。我不会迟到。段振华，嘿，听见了吗？你有个好儿子，你儿子比你懂事。爸，你别激动，别生气，他就是故意来气你的，千万别激动，别中他的计啊！天朗，你干嘛答应他？爸，您能理解儿子刚才做的吗？爸，爸，挺准时啊。这是基本。丁总经理，我来向您报道来了。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
我是总经理，你是员工，你没有资格跟我握手。你得半弓身体，用谦卑的姿态跟领导说话。总经理，请您以后多多关照。好了，去客房部吧。段天朗，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你们段家吗？我向你伸出友谊之手，你却冷冷地拒我于千里之外。这羞辱，我今天总算是还给你了。请进。总经理，又有什么事？拿进来。段天朗，什么意思？正太是被你抢走了，可是家还是我们段家，我们段家容不下您这尊大佛，还请您自找妙语。总经理，我先去工作了。慢慢来，小心啊。不错不错。姐，哎，来了。爸现在动作灵活多了。好。他自己走路的时间长了不少。你跟青灵和南阿姨联系上了吗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不会放弃希望的。爸，爸，不要！爸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，爸！哎，副总，我把你想得太聪明了，是不是？啊！不但酒店的业绩连续下滑，就连百货公司那边你也给我连续缩水，你能不能干了？你不能干，把位子给我空出来！副总，你听我说，不止咱们酒店和卖场，其他酒店和卖场现在也是生意萧条，这是市场。别给我扯这些，我只看结果。我已经有对策了。现在有一款治疗型的香水在欧美市场销售非常火爆，已经令美国的开发商弗朗西斯集团股票大涨。我听说他们打算开发亚洲市场，我打算拿下他的亚洲代理权，在咱们的酒店和卖场开设专柜。这是首款功能型的香水，我相信一定很有市场。不知道副董意下如何？亚洲总代理可以考虑。哎，我记得段天朗在化工厂和香水行业里头有所建树，你就带着他一起来完成这个项目。我带段天朗，这你别小心眼了，赚钱要紧。我告诉你，这次你要再给我干不好，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还有，你外语行吗？您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
走了，珊珊。有没有觉得我爸越来越霸道，越来越不灵活了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我本来想背着我爸和你找一些灵活性的生意呢，看来我想多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本来想把你拉成自己人，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。他到底有什么居心？段天朗，你好。站住！您好，这位客人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段天朗，到现在你还认为是我不对吗？这位客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懂您需要什么。我要你的道歉，我要你真心实意的跟我说一句对不起。您是我们酒店的客人，您需要我说多少声对不起，我都会说的。我不要正泰的员工道歉，我要你段天朗的。早在你收下我5%正泰股份的时候，我和你之间就两清了。居先生，无论于情还是于理，我段天朗都不欠你。这位客人，如果没有别的需要，我先去工作了。祝您愉快。爸，你想踢走段天朗，直接让他走就行了，干嘛让他去帮丁海啊？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根本就无法合作。那蓝带的合约签不下来怎么办？哼，我就是不想让丁海签下蓝带的合约。爸，你说什么？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正泰和蓝带的合作失败。爸，你疯了吗？这样正泰的股票会大跌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的，让它跌得越低越好。爸，你想让正泰的股票大跌，到时候低价收购正泰。你真不愧是我居士平的女儿。但是爸，他们如果跟蓝带的合作成功的话，那正泰的股票就会大涨，到时候咱们的计划就实现不了了。那还不如直接宣布跟蓝带取消合作，这个消息放出去，正泰的股票一样会跌啊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所有的股东都不太平了。跟蓝带的接触是必须走的一步棋，但是不是关键。那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你。我？为什么爸？我要让你去阻止丁海和蓝带的签约事宜。如果他们能走到这一步的话，爸，你确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吗？当然了，因为你是我居士平的女儿，而且我还会任命你做正泰集团的总监及商场的经理。总经理，给蓝带香水公司的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。他们说什么？现在还没回音。合作计划书呢？做好了吗？总经理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个客服部的小职员。少装蒜！居士平点名要你合作，你心里应该乐开花了吧？居士平点名要我参与，也好，这是接近他们的机会。谁让你走的？报告总经理，我起身是为了拿计划书的资料。
丁海，蓝带那边给回音了。啊，他们将派出亚洲区的负责人到我们集团考察，后天上午到。哎呀，这是来考察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合约签下来了吗？还有，我打听过了，蓝带在欧美的市场可是最火爆的，光在美国上半年的销售就有上千万美元，这可是个会下金蛋的项目啊！你要是给我搞砸了，我会要你好看的。我一定要把合约签下来，最好是。哦，对了，记着后天叫段天朗一起跟你接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他外语好。哎，找个时机就让他滚蛋。副总的意思是，腻了，不想带他玩了。我知道了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场噩梦？待会儿蓝带亚洲区的负责人出来，你不许乱说话，万一出什么纰漏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。知道了。车在哪儿？哦，在外面。青灵，是青灵。青灵，你终于肯回来了。你是谁啊？你认错人了。哎，先生，回来见我了。放手！你认错人了。是我。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哎，先生，你放手啊！终于肯回来见我了，青灵。放尊重点。先生，哎，你再这样我报警了。帮我拦住他。青灵，哎，是我是天狼。神经病。青灵。你怎么这是？啊！你是正泰集团的负责人吧？你好，我是正泰的负责人。你是菲昂娜？没错。你好，我是菲昂娜，蓝带集团亚洲地区的负责人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。啊，我先带你们去酒店，请。不用了，我们直接到商场吧。还愣在这干嘛？这边是我们的国际品牌专区，迪奥、Olay、贝尔雪，还有那边还有。你不要一直看着我好吗？啊？什么？你这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我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，我向你道歉。你跟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我一直在等待着他回来。Stop！ 我根本不想听你的 love story。我是来工作的，我希望你可以投入工作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我会把他的工作态度列入你们的评分。不好意思，菲奥娜小姐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段组长，
我会自重的。那就请您继续参观吧，请跟我来，那边是国产香水专柜。他就是清灵，他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每次你约我见面，我都要揣测你有什么目的。你太坏了，所以才把全世界想得跟你一样坏。彼此彼此吧。哼。我看见清灵了。什么？清灵？听到清灵的名字，你反应还是那么大。在哪看到的？他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这儿？你不用看了，我说的是酒店，他就住在我们酒店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穆清灵住在咱们酒店？他在哪个房间？你想去找他？不行，他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得保护客人。你以为前台就不会告诉我吗？告诉你了，你也没办法。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蓝带亚洲区的负责人菲昂娜，她跟清灵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菲昂娜就是穆清灵？不止我知道段天狼也是这么想的。开玩笑吧，蓝带亚洲区的负责人啊，穆清灵这个德行，一辈子都爬不到这种位置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。你不相信我，也得相信段天狼吧？他可是为了这个人失魂落魄一整天了。我从小跟穆清灵一块长大，菲昂娜到底是不是穆清灵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她现在在哪？带我去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在正泰酒店住下了。好，你们都见过面了？嗯。你再仔细看一下合同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签了吧。放心吧，我会按照您的意思把事情办好。好像有客人来了，我先不跟您说了，明天我会再跟您联系。好的。你找谁？请问你是菲昂娜小姐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叫居珊珊，是正泰集团副董事长。对不起，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你是谁。请说你来找我的目的。我是蓝带香水的忠实粉丝，我一直都在用。听说你住到这儿，就想过来看看，跟你交个朋友。Sorry， 我是来工作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这位小姐，现在已经10点半了，你已经打扰我休息了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一定会投诉您酒店的。被吓傻了？他不是清灵，我是说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清灵了。刚看到他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我就是觉得他变了很多，他的气势完全不一样了。气势是装不出来的。这个菲昂娜浑身是刺，是个斗士。穆清灵这次突然出现，又不承认身份，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说穆清灵回来有什么目的？
那我们等着看吧。现在的穆青林变得这么盛气凌人，回来到底想报复谁呢？看来，即使我不从中作梗，丁海想要把合同签下来也不容易。哼！他明明就是青林，不会错，我认得他的表情。我要投诉，你们正太简直莫名其妙。对不起，很抱歉打扰到您休息。我是因为有很重要的东西想给您看，所以才冒昧打扰的。这是什么品种啊？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。这叫梦灵百合，是我的一位朋友培植出来的。不过因为种种原因，我的这位朋友和梦灵百合都不见了。我一直在尝试把它给培植出来，可始终都没有成功。不过我相信，等我成功的那一天，我的这位朋友也会回来的。所以说，这个品种还没有培植成功，总是差一点点，就不知道差在什么地方。您能给我些建议吗？对不起。要是我的这位朋友能够回来的话。停！我说过了，我对你的爱情故事没有兴趣。不过，要是这个花的品种培植好了，记得通知我一声，我对它很有兴趣。好。我总不能白通知吧？我的工作范围中没有这一项，我需要奖励。虽然你装得很像，可是你骗不了我，你就是青林，我一定会让你亲口承认的。你们认识的那个天真的穆青林已经不在了。我是菲奥娜，看见我很吃惊吗？我很期待你以后的表现。菲奥娜小姐，你找我？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出去办了点事。通过这几天的考察，我对你们正太很满意。以我个人来说，也很想促成这次合作，所以我会把资料递到美国总部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等着他们的评估和决定了。真的，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太好了，菲奥娜小姐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的。那太好了，我也赶紧整理资料递到美国总部，有什么事情我再跟你讨论。好的，
我等你消息。哎，副总，我正要找你呢。蓝带那边的合同基本搞定了，是吗？